美国呢，其实他们自己想做非常多的事情，好，包括呢，再过几天，美日韩三方的高官呢，这个元首呢，就即将在大卫营这边来开峰会。那现在什么？美韩他们还要先进行一个联合演习，这次还很不一样哦，太空军也要一起来参演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啊，其实在这个北朝鲜这边呢，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进展，可能需要太空军一起来加入。那同时呢，这也是跟去年13次的这个野外的联合机动训练比起来，今年的次数呢是大大的增加。而除此，澳洲也来了。澳洲海军呢，现在是往南海这一边。好，他是做什么？他是呢，知道美菲现在在进行联合军演，他们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坎培拉号，这是一条2栖攻击舰，也一起开到南海这一边，一起来参加这个2栖的登陆演习。第一次一起来这边演习，表示什么？表示这里是不是基本上也是有事的状态？目前的有事，当然大家都聚焦在仁爱礁，原因是因为呢，菲律宾现在像仁爱礁这边空投水泥，那中方这边当然了，他们其实在这一块近年来是真的有积极的在经营跟发展，包括了现在在美济礁这里呢，这个是图，这几年来美方一直有这个空拍图来告诉大家说，你看它现在呢不但是已经有所谓的实质控制呢，甚至他还做了很多的基础设施配置，还直接讲哦，在美济礁这一边呢，不但有船、有码头，还有很多的这个战机也都开进来了。所以如果仁爱礁发生事情，40公里外的美济礁马上战机2分钟就可以抵达现场。这个现场的意味就是要告诉大家，中方是一直在控制。CNN 甚至讲啦，中国的小蓝人也来了，什么意思哈？就是他说啦，其实现在哈，在这个这个仁爱礁附近有非常多蓝色的中方渔船，好，这个是民间的渔船，但他认为这个叫做民兵，而且呢，他特别强调说这些渔船呢是受中国海警所指挥。中国海警呢，其实呢又是所谓的跟海委这边来管，中共中央军委这里来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是习近平直接指挥吗？到底他想说些什么呢？不管想说什么，想要显现的就是在南海这里，菲律宾跟中方现在是剑拔弩张的状态。大家要看的是美方的态度，后续会怎么做？原因是因为在海军这一块，中方近几年来确实发展迅速。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说，10月1号，也就是中方国庆之前，有可能003福建舰就要进行海试了。因为现在呢，又有这个外媒他们拍到说，继3号的电磁弹射器之后，现在1号的电磁弹射器呢也已经安装工棚都拆除，是表示装好了。如果都装好之后，有可能10月1号要进行海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整个海军的实力又会再添一个大的生力军。而且呢，现在003个航母现在已经无法满足了。这个呢是在对岸央视他们的报道讲，应该至少要有6艘航母才可以跟美方来相抗衡、来匹敌。美国媒体呢也赶紧1945跳出来说什么？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最大海军，甚至呢要小心，还要超越我们变最强海军了。哇，这个应该是美国人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关键字。最大就算了，现在知道数量输他，最强可以这样吗？军事专家直接讲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方会自己造船，而且速度很快，我们必须要赶紧迎头赶上。好，可是双方的这个军力的互长之外，你也得算上他们跟盟友之间的距离。美国跟菲律宾啊，跟日本啊，跟韩国啊，他们其实一直有在互动。中方跟谁啊？当然就是跟俄罗斯啊。一觉醒来，忽然发现，李尚福怎么又去俄罗斯跟白俄啊？而且这一次没有事前公布，这次呢说是上了飞机之后，讯息才出来，说要参加俄罗斯的国际安全会议。好，之后呢，他还要再去白俄这一边，那一次访2个国家，大家就想问，4月不是才去吗？4月才去，现在又去，那这当中到底第一会不会见普京啊？等等这些细节都没有。可是知道接二连三的去，肯定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中？中俄之间这么好，而他一再的跟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说，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谈中俄还有中美之间距离的疏远，又再一次的拿出来比较了。回过头，我们要请教的是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好，美韩现在呢说21号进行联合演习，连太空军都来了。
美韩的演习一次比一次大啊，那么密度一次比一次更集中啊，所以频率越来越多，然后演习的规模越来越大。不过我觉得下不了朝鲜，下不住的。那也就是说，美国越演习，朝鲜就是北韩，它的导弹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大。而且大家都已经发现，怎么会这1-2年内？朝鲜的导弹的发展的速度好像是跳跃式的，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俄罗斯有给朝鲜这很多的导弹技术，因为有做了很多的交换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当美韩越演习，那朝鲜的拥有的核打击能力只会越来越强大，不管是短程的打击、中程的或是洲际的打击，那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因为它这个国家穷。那所以他不太可能只用正规军的打法，一定是会用核弹的这种打法。那当然，谁去攻击他、挑衅他，他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就采用核武的攻击，这不能排除在外。我觉得菲律宾的问题是美国在挑拨，在上次就是东盟的外长会议的时候，布林肯就指控中国大陆说他在胁迫周边的国家，像菲律宾等。那没有多久，菲律宾的船就进入仁爱礁了，而且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密度越来越高的进去，然后被中国大陆赶走。第一次中国大陆让他们上去，结果呢上去以后，有一位高阶的将领伪装成为渔民，上去以后很得意，还打卡，还公布出来。从此以后，这个对于审查就更严了，对于行政管辖的力道就更大了。那我们也看到几次画面，那用船驱走。再来就用水柱驱走。好，现在美韩也要拉日本，还有澳大利亚韩国没有。那在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也吓不住中国大陆。越军演只会让中国大陆在海上的建造力量只会越来越扩大然后越来越强大。因为中国大陆本来的海岸线就比美国的海岸线长，那一个陆上的海岸线这么长。海上的海岸线又比美国长的中国，怎么可能它不发展大海军？所以它的海军只会一直不断的发展，而且随着它的贸易线分布在各州，它的海军只会越来越强大，不会越来越弱小。另外有关于李尚福的问题，我倒认为李尚福这一次到俄罗斯，还有到白俄罗斯，时间待了很久，不会只是去串门子那么拉交情。我觉得会有很多务实的谈判在这一次中会定案。是，要请教一下蔡正元委员了哈，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中非这一块之后，大家就忽然开始想要了解到底中方的这些军力是怎么样因为003现在又开始进到大家的视野里。有关于仁爱礁的争执中国一定要站稳立场，因为这是世界各国对测试中国对主权坚持的程度，美国也拿这个来做测试。大家都很少提到另外一个礁叫做鲜滨礁，怎么说呢？因为现在争执的仁爱礁在中间，它向西40海里就是美济礁，中国控制的。它有军事基地，向东鲜滨礁大概50海里有一个就是鲜滨礁，那也是中国控制的。本来这3个礁都是中国军队在控制。1999年有一次的深烈台风来的时候，菲律宾就趁黑夜把这条马德雷3号这个破船把它压在上面，说这是他们的。不要忘记鲜滨礁往东在124海里才到达菲律宾的这个巴拉望岛。所以菲律宾没有理由跨过鲜滨岛来占领这个仁爱礁，所以仁爱礁、鲜滨礁这一连串的，就是中国原先部署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线。所以这个菲律宾利用这个机会，当然他们菲律宾有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不敢攻鲜滨礁，跳过去鲜滨礁有解放军，刚好就那一天这个仁爱礁没有解放军，所以他们攻占了那中国大陆可能基于对菲律宾的一个和缓的感情，所以就尽量都忍到今天。菲律宾都已经要在巴丹半岛上面架设飞弹基地了，你还在让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中国的立场来讲，他可能宁可丢掉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可能也要护，要不然的话被美国看衰，那就以后就不好收拾了以后在南海各地包括台湾的问题都很难去处理
至于这个中国海军会不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军、最强的海军呢？有人这么说，那我觉得还要再努力的距离还很远，因为现在中国事实上还有一些短板。那短板呢，就是说现在航空母舰刚成军啊，这个演习的时间、锻炼时间可能还不够啊。这第一个，战略能不能完全发挥，有待观察跟加强。第二个就是中国很明显的，中国解放军现在的所谓战略核潜艇，不管在体量、数量、质量，都还落后于这个美国的这些战略核潜艇。美国好几次的兵推里面都一再说，跟解放军对抗，航空母舰赢不了，各种舰赢不了，飞机赢不了，但是有一项赢得了，就战略核子潜水艇啊，因为他们占了优势，每一个战略核子潜水艇都比中国大陆的体积大，载弹量都比中国的体积多，数量多，然后长的地方呢比中国的核潜艇更深啊，所以他们的最后能够产生的原因是靠这些。事实上是会这样，没有打仗谁也不知道哈。可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短板，只要补齐了，美国人就没有办法继续吹牛了。来请教一下大中老师。对，我也非常同意哈。我们看，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的海上军力的一个比较，当然近年来中国大陆有很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它这个服役的这个舰只的数量非常快，而且也非常新，看起来是有一些后发优势但是美国可能在部分领域上还是有它的一个传统的优势。那尤其是国防力量的一个比较竞争，其实它是个综合国力的比较。那后面会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做支撑，那这些都是未来长远的一些变数，有待观察。那刚才提到那个南海这个主权争端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最开始美中之间在这议题上开始吵架是哪时候？应该大概在12年前，2011年、2012年，当时美国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他就指控中国大陆说，你快速的在吹沙造岛、填海造陆，把你南海的岛屿把它军事化。所以美国刚开始有所谓的很强调自由航行，因为早就在做，但是从奥巴马的任期，那到任期的第4年的时候，变得更加的严峻。那按照中国大陆的讲法，他有他的一个批判美国的理由，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干涉各国的自由航行权。那基本上呢，美国并不是这个地区里面的主权伸索国，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来做对这些议题做指指点点。所以两国交锋到现在，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双方都在竞相的拉拢盟友伙伴。那菲律宾刚讲到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就牵涉到美中两个国家的一个局限了，因为这牵涉到内部政治。我们看到最近3个菲律宾总统对于南海、对于美中的距离的定位，其实都不尽相同早期的这个艾奎诺3世，他基本上是非常亲近美国所以才有所谓的南海仲裁庭。那接下来杜特地很明显往中国大陆靠，变得比较中间。到现在的小马可仕，他基本上又往美国靠了一步，所以才有所谓的增进美菲同盟，又增辟了好几个新的军事基地让美国来使用。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很谨慎他也没有说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把它完全的说破坏掉。所以这就是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你在做南海主权伸张，在拉拢各国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内部因素，就是这些都有内部政治的考量，也都有大选，都有执政党、反对党，都有政党的轮替，这是双方都得要面临到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还是美中的竞争这是真正的关键。好，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比较军力战场，但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战场，是什么？商场如战场啊！但您来看到的是中方呢，我们都知道他们近几年来这新能源车是真的蛮厉害的，不过呢，这个霸气是真的，会打一个问号说真的假的？这一位呢，比亚迪的创始人叫做王传福，现在他直接讲了，说3年内中国的新能源车要占全球70%。哇，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只是他们的这个出口量、进口量呢，是超越其他国家，几乎整个你想想看，全球70%就是10台车会有7辆会是中国的新能源车。过往我们说美日德他们这个在汽车霸业里头
三国鼎立，都好像只有大概30%左右，喊到70%，真的假的？真的能做到吗？现在如果说是美国的话，比较厉害的新能源车，大家都知道是特斯拉。不过特斯拉最近却被发现了，说呢它有个哨兵装置可能会偷秘密，什么意思？就是它车子停着的时候呢，据说啦，它可以前后视镜啊，或者是两侧的这个子板的镜头哦，还是有在持续的搜集附近的资料的，甚至还说这个资料呢会直接传回总部去。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它进到了特定的机场或是特定的管制区里头秘密会被人家看光光？所以呢，你也看到现在在中方一个岳阳机场，湖南这边的机场直接写了我禁止特斯拉进去。特斯拉公司呢看到新闻也赶紧跳出来说，没有，我们在中国的所有数据都会储存在中国境内，不会送到什么美国本土啊，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样的泄密问题。好，可是中方呢，现在确实是有一些投资案在美国这里，包括什么？包括他们一个电池巨头厂叫做这个国轩。好，国轩高科技公司呢，他们家在美国的子公司，其实本来要去密西根这边来设厂，结果呢，当地政府本来想说很好啊，设厂不就是增加就业机会？没想到在地的所有的农民都反对这件事情，甚至呢还直接要求他们要开一些听证会等等，还说了我们这个地方啊，国民警卫队距离它这个厂区大概不到100英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的秘密也被人家看光光？这里头通通都反对。美中之间呢，其实现在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民间确实你也会看到一些反动的情绪。那叶伦就直接讲啦，这里头当然很多人还是说跟经济是有关的。他就觉得啦，中方的经济呢现在放缓，有可能会波及到美国，可是他还是强调美国的前景绝对还是非常的好的。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呢，则是说基本上现在他们看到大陆确实有经济恶化等等的问题，而这里头会影响到的就是在当地发展的这些美国制造业可能业绩会遭殃。除了经济之外，其实美国他们现在真正本土应该关注的是夏威夷。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夏威夷整场野火已经增加到了99死，100年来最惨，甚至夏威夷州的州长还说10天内有可能灾情会再翻倍，会更严重。好，你会问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为什么会研发到这么大的一个大火？那警报器当时怎么都没有响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大家也想问，虽然说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宣布夏威夷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但是我们的总统还在度假呢，周末的时候呢，还在德拉瓦州这边晒太阳。那大家问到他，夏威夷的死亡人数，他说呢无可奉告，是不是要去夏威夷访问？他说在考虑中，所以才会让在地人跳出来讲什么，说你有想到吗？他给人家感受就像是当年罗马被烧毁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暴君尼禄还在演奏呢。对于拜登而言是怎样？是因为这边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票，所以呢没有在怕的，是这样吗？无论如何都会赢得夏威夷吗？好，甚至呢贺锦丽本人在哪里？总统在度假，副总统呢？副总统其实呢是来到了这个玛莎葡萄园啊，同样这边呢也被人家说是这个美国总统的一个度假胜地啦，可是他是在卖这个竞选的募款活动，大家都在问总统、副总统都没有关心我们夏威夷人吗？在美国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惨寰的状态？不禁想到了这个影集《灾后5日》，它其实来自一个调查报道。这个调查报道呢，当年报道的就是卡翠娜飓风来临的时候，在医院里头13天了，竟然呢发现医疗物资缺乏。人力不够，没有办法救这些人，甚至让医生到最后必须要讨论说，是不是要用安乐死的方式让这些人他们好过一些。当时这个影片拍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问：这真的是我们印象中的美国吗？真的是那个所谓美国很强大的美国吗？18年过去了，现在在夏威夷州这边，夏威夷人想问的是：到底美国在面对这种天灾人祸事件的时候，反应真的慢半拍吗？真的没人要理他们吗？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回到车厂这边来，现在呢，王传福说了，3年内他们的新能源车要占全球70%。先说一下美国总统面对灾难的态度
在全世界其实很难找得到。大部分国家如果有比较严重的灾难、天灾啊，或者各种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大概从总统上下总动员整个国家。对，像前段时间土耳其啊，像那个中国大陆最近的淹水哈。包括日本也是哈，日本现在熊岛什么熊本县不是火水灾吗？他们首相亲自去弄。可美国这个国家很奇怪好像发生事情是州长的事情，不干总统，可是所得税是联邦政府在收这个我觉得实在搞不懂拜登这个人是什么？那一边在夏威夷在火灾的时候，他在海滩上晒太阳、骑脚踏车，好好快快乐乐度假。他就怎么会有心情度假呢？明明知道野火还没有熄，明明知道州政府夏威夷的国民兵又没几个人嘛，怎么不会调其他地方国民兵给他呢？还说你只要找紧急管理署，紧急管理署东西没有送到，你总统不管然后那个火灾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美国最大的叫做印太司令部，叫做珍珠港，军人多得不得了，这些军人马照跑，舞照跳，这叫美军不是美军不需要爱民吗？我不懂得美国的这个文化是怎么个运作的，好像都是州长的错，跟我美国总统无关。这荒腔走板，难怪现在美国人骂翻他嘛。前几天还没有人骂，这2天我们台湾的媒体也没几个人骂，脸书很少骂，我大概第一个写脸书骂他的人，莫名其妙嘛。再来，这个好歹这个小布希当时出了状况以后是有点呢。反应缓慢，可至少人家后来很积极不像现在拜登还在度假。对，在更前面一点的，更后面一点的奥巴马就好了。奥巴马不是发生墨西哥的这个油什么平台爆炸的事情吗？他只慢了1天就被骂得臭头了。现在拜登还在度假，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对拜登的容忍度会不会太高了？没有错啦，夏威夷州长民主党、参议员民主党、众议员通通民主党，共和党一个都没有。俄亥俄上次的油车爆炸，川普还跑去了，拜登好像也没他的事儿。人家那个奥巴马当跑去看了墨西哥湾的转，已经跑了好几趟亲自去视察，看有没有什么他总统能够做的，还是被骂。可是好像美国人不太骂拜登，是麻痹了，是不是？好像这个糟老头在骂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至于这个耶伦我也搞不懂他说中国经济放缓波及美国，跟美国什么关系？我也搞不太懂就一个专业经济学训练过的，我也听不懂。他说中国经济不好，那中国经济是成长率5.5，那美国经济不到2，那不到2的时候5.5的经济不好，然后明年中国至少还有5，那美国明年可能不到2，只有1。他还说明年中国经济不好，这好不好的定义我实在搞不懂，当官以后脑筋也不太清楚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是的确会在全世界称霸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人工智慧上面车子的运用还要再加强，因为人们不会一直买这种便宜的车一定会往高级车去进展。现在高级车的控制力还是在欧美国家，中国要攻进去高级车这个市场上，才能够树立品牌。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专家解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在中方的新能源车市场，像王传福、比亚迪的创始人喊出了未来70%，这个数字让大家听到说，有可能吗？赖老师，我觉得绝对有可能。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汽车的使用的期限是比较长例如说你公司车可能5年，像我们的郑元兄，他可能5年就换一辆新车。那我们比较苦哈哈的，我们可能就开个10年、20年。不会，你的车子是很高级的。但是我不会开那么短。好，你很高级的。那也就是说，再怎么快我们都知道公司车还是会开到5年。所以车子的时间很长，可以用到10年、20年。那你想，以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中国的能源车其实已经占有全世界的主要的份额了。然后以电池来讲的话，它又占有这个领先的一个地位。由于新能源车它是用马达的。它不是像过去引擎的维修费很贵，马达的维修就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它主要是在电瓶它的蓄电量跟速度的，还有供电的稳定度的问题。那你想，
以大陆目前来讲，占有几乎所有领域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大陆刚开始的时候就整个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把互联网、AI 整个都融入在这个新能源车上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像华为也投入这个领域了啊。那华为5G 到6G，而且它要把未来的车全部都智能化，而且车子跟家里全部都要结合、整合在一起。那你想，以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来说，你欧美的国家怎么跟得上？那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弯道超车，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例。中国在汽车工业这个部分总算站稳了脚跟，所以我觉得黄川湖他的讲话不会只是空穴来风，也不会只是一个吹牛。事实上，以目前来说，你看连印尼的这个我们讲的小蓝鸟，小蓝鸟的它的计程车其实威力很大哦，因为计程车它是载客量很大，所以开的人也好，坐的人也好，他做过他的经验交流，都会提供给他车子做免费的这种促销啊。我觉得叶伦的问题是这样子，我很支持郑元兄所讲的啊，叶伦的讲话越来越让我们无法理解了啊，也就是说，唱衰中国经济的实在是太久了，几十年了。那以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你看到它目前在发展中速度，因为本来是预期认为疫后要猛跃式的发展，那疫后没有猛跃式的发展，就开始唱衰了。我觉得这个方法都不对，这样的态度也都不对啊。那然后把自己的经济讲得这么好，我觉得这个更不对。最后讲到这个夏威夷驻军有6万多人，为什么都不动？大部分都不动，那还是关键在拜登嘛。好，到底到最后拜登会不会出手，还是就由大家骂没感觉？我们先进广告。好，刚刚呢，我们在广告当中，大家也聊到了，这美国怎么会发生像夏威夷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总统还在度假，发生什么事？来，大仲老师。对，我觉得这个天灾政治学或者救灾政治学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人物必修课，但它很困难啊。照道理说，应该是小心翼翼，要料敌从宽。那刚字卡上有提到，2005年8月份，18年前，美国的这个卡崔奈风灾，是它受创最重的地点是路易斯安那州，还有纽奥良。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小布希哦，小布希当时因为反应慢半拍，所以千夫所指。他后来在2010年有出一本回忆录，他里面有提到这个救灾的一个工作，但有些地方他认错，他说的确我动作太慢，我是在灾害后的第4天才做这空军1号去视察，而且把州长还有这个纽奥良市的市长叫上来讨论，那发生争吵。因为大家都在卸责，互相指责对方。至少小布希没有度假。对，他的讲法是说哈，我就知道事情很大，对，必须要动用到联邦政府的资源，才有办法做解决。所以之后小布希视察13次，但他有地方是在做自我辩解，就是跟现在也很像，就是说，他说按照他的认知，按照美国的规范，这种天灾基本上是邦政府、这个州政府要负责第一线主导。那联邦政府就是中央要负责的，主要是支援的工作。那小 B 说，在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我们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的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几天很多人在讨论，他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是谁？他是新竹市长高虹安。好，高虹安呢，在昨天被起诉之后，今天他露面的时候，大家就在问状况怎么样？他说其实他自己心里头觉得昨天是很漫长的一天，而他现在呢也已经收到了大联盟新竹棒球场的报告。他说初步看到的状况只能说4个字，叫不是很妙。好，后续呢大家都想问，包括他的官司，包括了新竹棒球场的报告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而这当中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关联？会有这样的关联的原因，是因为当然啦，就民众党来说，他们觉得这一切是不是都有政
政治效应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就在讲啦，过往潘怀忠啊，或者是这个戴琳他们涉嫌诈领助理费案，那当时呢，他们起诉的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以戴琳为例哈，他是大概是2022年5月11号被起诉的，结果呢，他是在隔年的7月之后一审判刑。那如果是高虹安事件，大家想问是有没有可能会被加速处理？当然，这里头的这一些疑问点问号，都是因为明年1月有个大选，当然大家想象空间就会更多，推敲空间也会更多。而如果真的他一审被判有罪的话，他就会被停职。停职的部分，他的副市长可能可以代理，但如果是2审有罪的话，那就可能中央直接官派来代理市长了。那目前呢，其实民进党呢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递补人选已经有了，包括什么？包括当时跟这高虹安对选的沈慧虹，包括让有经验的来，小智是不是很有经验？现在应该也还在家，可以呢来帮忙一下。还有谁？还有就是这一位本来想选新竹，后来变成神老董座，结果后来又因为性骚案离职的郑鸿辉。好，这3位呢，也许都是有经验的人，或许有可能变成了一个代理的人选。但是这一切都必须要看的是高虹安这个司法案件办的进度、速度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最严重，他真的被定验的话，哇！贪污罪是终身无法参选的，那对于他的整个政治生命来讲，几乎宣告终结了。所以昨天案子一出来之后呢，有人跑去问朱立伦，朱立伦直接的讲说他要帮忙站下，要来问的是民进党这里头到底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结果这一话讲完之后，哇，招死来了，因为侯进办说傻眼，他们没有想到说，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会不会大家又想到了林耕仁事件啊？这助长基层，看衰侯友宜哦。那今天大家再去问朱立伦说，侯办好像有不同看法，他马上讲啦，这个有什么好疑虑的呢？原因是因为在野阵营的朋友，难道我们要对他落井下石吗？搞清楚状况，国民党现在的重点是在于炮打民进党。好，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案件，民进党到底有没有着力点？因为呢，大家也在讲派系问题吗？好，因为呢，在今天，包括侯友宜也已经说了，相信司法会还他公道。当然啦，他们自己的柯文哲党主席是一定是挺高虹安，只是高虹安事件从一开始爆发，大家在讲说他是不是有涉嫌诈领助理费案的时候，就发现新系这里头有些琢磨，因为那个时候段宜康已经大概是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出来发文5个月，结果呢，突然之间发文说欣赏高虹安，感觉他很爱钱，这点和我一样啊。后来呢，也发现新系的，包括了简书培啦，包括了他们这个许淑华等等的人呢，都开始会有一些针对高虹安的发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就验证了柯文哲他那个时候跳出来讲的这一句“新潮流不倒，台湾不会好”呢？其实现在呢，在整个新潮流派系，大家都知道了，共主是谁啊？目前应该就是这一位要选总统的赖清德啦。好，赖清德呢，他现在人在美国之后呢，也已经到了友邦这一边。过境美国的时候，和萧美琴合照了这么一张，一个是1，一个是11，大家就说是不是要一起搭档参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罗马数字有没有像1号、2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这2个真的是一位1号，一位2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他们目前的竞选主轴是什么？因为现在走向国际了嘛，所以呢也接受了彭博的专访。当彭博问他说：“你认为台湾人民最爱追求正式独立的时候，他直接讲了，台湾呢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这样子的一个论述跟过往不太一样吧？中华民国跟他的台湾不太一样吧？他以前是这样的一个论述吗？国民党就直接讲了，说你的这个赖版台独论只会越描越黑而已。彭博社还进一步问他有在 follow， 他知道赖清德想跟习近平吃晚餐，所以他就直接问他：那你们要吃什么？赖清德说什么？说抢食物太早啦，有很多问题要克服才有办法进行。毕竟人家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对于台湾又出手了，宣布对于台湾进口的聚碳酸酯课反倾销税啊，当然。
他会出手，一定是因为知道这个是痛点嘛。每一年你知道吗？是300亿的商机耶。那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商机的话，他当然就会抓紧出手。还记得上一次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他是对我们宣布什么？要来查2455项商品的贸易壁垒调查。大家都说了，过往他让利。他不讲，可是现在他出手的时候必须很精准。现在再一次的精准，针对这个300亿的反聚碳酸酯课税，那大家就是要讲时间点刚好也是赖清德过境美国，真的没关系吗？还是这当中其实必须要知道对岸出手的警讯、警告意味是相当浓厚。请教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因为呢，大家也说这可能就是一个警告意味了。高虹安现在他说起诉隔天，他也收到了大联盟的新竹棒球场报告，一来一往，您怎么看？先说赖清德的说法，今天8月15号，8月15号什么日子？就是在78年前的1945年8月15号中午。日本天皇昭和用无线电广播他的诏书，这个诏书有人称作投降诏书，有人称作终战诏书。这个诏书里面有几个重点：日本正式向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投降，无条件投降，而且他是根据波茨坦公告投降，他要履行波茨坦公告所有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台湾要还给中国。注意到。在日本天皇的文献里面讲是中国，他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特别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啊。所以从就国际法很严谨的角度来讲，8月15号就是台湾岛的主权从日本的殖民地更改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国际法上到今天都没有修正、没有更改的一个事实啊。那为什么8月15号呢？南北韩也同一天取得独立权利，南北韩就用8月15号作为他们的光复节。那只是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脑筋有点短路啊，他用10月25号做光复节，用什么9月3号做和平日这个国际上规格都完全不同那就不管了这个当时状况的确是这样子。那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那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只是中国主权领土上政府所取的国号。因为历代的政府会取不同的国号，什么大清啊、大明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日本要把台湾岛还给中国，他才不管你这个中国上面的政府叫什么名字，国号怎么改变没有用。可是民进党现在的策略是要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台独化。就是说，台湾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它已经独立啦。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在民进党眼中就是走向台独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到底是不是能够成功，没有人有把握。那到底能不能顺利，或者说能够让这个赖清德真的跟习近平坐下来吃一顿饭，我觉得机会都相当的渺茫。至于大陆上宣布对这个台湾某些产品课反倾销税。是不是针对赖清德啦？我是有点的质疑。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数千亿美元呢，是才8亿。中国大陆卫美会太看不起赖清德啦，他才用8亿来作为一个表达警告的意思。那还有好几千亿啦，到底是赖清德分量不够呢，还是说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们也无从得知啊，以后再慢慢看吧。导致高虹安的案件非常有意义，因为我自己当过立法委员，而且我们都有处理过当时这一笔钱，注意到高虹安这笔钱不是助理的薪水是助理的加班费。对，那立法院给立法委员一笔助理的加班费，是让立法委员随便分配给所有的助理。那大部分人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标准的处理程序是这样子的：一般区域立委外面有很多那种。这种没有领正式薪水的助理在外面帮你跑摊，通常都是把加班费多单独给一个助理，然后由这个助理再发给其他所谓我们称作义务的顾问们，他比如一个月给个5000啊、1万，然后15000啊，看状况怎么样子的，并不是直接给已经有在账册上类薪水的所有人平均分配，没有这回事啊。那当时在立法院在所谓的军公教退休慰问金争论的时候我当时很生气马英九的政策，我觉得马英九的政策不对，我就提出说立法委员也有很多预算不合法的，9A 预算要砍掉，其中有一条预算就是这个
立法就是加班费这个名目来源不明，所以我要砍掉。但是没有砍掉，当时因为立法院协调，他们拒绝砍掉，只砍掉另外6条，就今天害了高虹安。哦，为什么呢？因为高虹安的处理方式哈，他可能没经验，就学李俊毅的哈。他说那他就加班费，你明明这助理没有加班啊，我就发加班费给你，你们再捐出来。那捐出来作为办公室的统一的运用哦，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现在这个跟以前所谓的这什么贪污侵占助理费的状况都不一样，那些案子是用人头来量助理费，这本来就非法的嘛。但高虹安是发给助理，再由助理捐出来，然后再由办公室统一运用。现在麻烦在这里，就是检察官不承认助理这个捐助这个民事的行为。如果这民事行为成立的话，高虹安只是有民事纠纷啊，他跟助理到底你的回捐到底是有什么事，跟贪污没有关系啊。好，可是检察官硬说你这个压迫助理、指示助理把他回捐，这个是不合法的。那可能很多立法委员都要抓去关了。为什么？因为经常有很多的外面的助理，比如说你便当助理啊，一个月给他1万块，他去帮你跑脱，可是他会帮你付什么？付很多婚丧喜庆，有不？他会跟你付啦。那你贴来贴去啊，没有人记账的啦。高虹安今天就是，如果真的想贪污的话，怎么会记账？我都不懂啊。一个贪污他会记账，就动机上不太对嘛。好，所以高虹安这个例子很明显是有争论的案子，有争论的案子，政治领导人朱立伦出来挺他，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那我当然呢认为这应该不是侯友宜个人的意思啊。侯办是不是金溥聪？我不知道啊。他说侯办傻眼了，有什么好傻眼的啦？这是明明有争议的案子，你不挺在野的人，难道你还挺执政党？你挺段宜康吗？啊，段宜康讲得好，讲得对；简书培讲得好，讲得对；民进党讲得好，讲得对。你是像在野党吗？啊，所以我是觉得，后来好像是这个。侯友宜有出来讲了哈，有不太一样的调性哈，所以要想要当在野党哈，也要当得像一点哈。是，来请教赖老师哈，原因是因为像高虹安这个案子，当然啦，国民党现在已经定调，包括侯友宜都说相信司法会还他公道。那这整个过程，大家其实只想知道说，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政治的问题存在里头？高虹安的案子，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不知道。由法院最终来去做审查，那当然在审查的过程，检察官会提出他的认为有罪的论述，他的高虹安的律师会提出没有罪的论述，那最终由法官来去定夺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只要是公开透明，让全台湾的民众大家看得清楚，看谁比较有道理啊，谁站得住脚。是不是加速或是延慢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因为现在距离选举越来越近，那各种揣测都会有啊。我倒认为这要看的是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检察官，他本身对于他过去的案子，他接案的时候，他的处理的速度平均大概有多少？因为每个案子的复杂程度都不会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看看这些承办检察官，他本身在处理他的各种案子或者是相类似的案子的时候，他的速度多快多慢，就可以知道这个检察官有没有政治上的考量。我想这个是不难处理的，也就是说，把这个检察官过去处理案子的历史经过，把它去调查一下了解，我想就可以知道，如果他这个案子处理的加速，那就代表他有问题。如果他处理的减慢了，那还是有问题哦。也就是他应该要更快一点。那我觉得要看这个检察官平常处理案子的情况。不过有关于这个高虹安，再怎么样他是民众党的，他不是国民党的。那国民党的党主席有没有必要淌入这个浑水？我比较保留。我跟郑元兄比较不一样，郑元兄比较讲要义气啊。要情义相挺啊！那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因为他是民众党的，那民众党有他的候选人柯文哲啊，他的党主席在选举。那我国民党有我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在选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个侯友宜的政党的党主席，我对于高虹安的案子我就不表达意见了，那就由他的这个柯文哲去表达意见，
就可以了啊。就请看柯文哲如何跟段小康两个人怎么去厮杀，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在旁边看一看，我们继续推我们的选举，我想也可以这样处理。赖清德是鬼话不通，那你说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那福建省的金门马祖呢？福建省的金门马祖，那就是也是名为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吗？我觉得赖清德，然后你现在不是要选总统吗？这个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宪法对中华民国的国土讲得很清楚吧？什么时候只讲到台湾呢？我想这个，而且很明白的，目前的有效的治理就到台湾、台澎金马这4个地方嘛，也没有只讲台湾嘛。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也讲得很明白嘛。我们也希望台澎金马的这个关税区经济区，我们去参与这个 WTO 嘛。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你连基本的宪法的知识都没有，你还要出来选总统，而且还以为他这套论述很有用，到处讲，一直讲，不停的讲，就是这套论述，听了都觉得你实在是有点弱智啊。来，请教大中老师怎么看？对我也是有同感哈，因为其实赖清德这个彭博社的专访是7月27号，但是在前2天才把它整个释放出来。是。那我看到这新闻报道里面，我也是最讶异的是这一句哈，他说，因为是彭博社记者在问他，而且追根究底关于台独，他说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我应该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做陈述，政治人物。那其实乍听之下，我以为我们的国号从4个字变成14个字，很简单的一个议题，他这样转来转去，才把他的想要陈述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很符合赖清德的风格，以及他对于所谓的台独的看法。所以可以再转回到这几天他当然是有任务去我们邦交国巴拉圭，那去程回程，我们最关注还是他的过境的待遇，纽约还有所谓的旧金山。但很明显就是他是非常异常的低调，低调再低调。而且谨言慎行，完全不像过去那个这个赖清德。那为什么？其实就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因为现在美中关系是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期，从5月到现在3个多月，在做一些修补，所以美国有它的大局，所以他会希望能够审慎拿捏，不希望赖清德的这个过境的事件横生枝节，影响到中美关系，尤其可能王毅照理说是应该要访问美国，是，这很重要的关键。那第2个关键，我觉得还是在赖清德他自己啦，就是他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淡化抗中保台，维持现状，而且言必称蔡英文路线。但老实说，他的一些所谓的给人的印象，不是1天2天，所以不容易轻易把这个印象拿下来所以他是个独派很鲜明的印象。那再加上他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2017年，而且他是2句话他说不管担任任何职务都不会改变。我们有时候会忽略第2句话，再加上前进白宫说，所以《金融时报》的一些报道就是不是空穴来风，他后面所这个暗示的就是部分美方人士对他还是有保留，还是有疑虑所以不管如何啦，不管他是主动要撕这个标签，或是他是在美国的克制之下，他这么的低调，我觉得基本上他所代表的还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高度的不确定性、高风险。那对比其他的候选人，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现在在整个国际间，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嘛，美中之间呢，他们彼此都知道，可能需要高官互访，但高官互访必须要有个前提，有一个应该有的气氛氛围。